我是个精神病人，却穿成了虐文女主。本想直接干掉恶毒女配，谁知妹妹竟是重生的，还低声下气地向我忏悔。我淡定地摸了摸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脸。很可惜，我不是一般人。我们精神病人的世界没有原谅可言。我的妹妹好像觉醒了。她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部小说，还是一部融合了替身白月光、真假千金、追妻火葬场等狗血要素的小说。我是这部小说的女主角林墨瑶，是林家沦落在外的真千金，也是男主沈玉养的一个替身。妹妹领的则是恶毒女配的剧本，她是处处与我作对的假千金林墨月，更是沈玉心中真正的白月光。沈玉暗恋林墨月10几年，而林墨月却一直远远地吊着她。于是在我回到林家后，她退而求其次找到了我，逼我以林墨月替身的身份留在她身边。在经过180章掏心掏肺的深入交流后，我成功被虐死了。我死后，沈玉才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其实是我，同时他还发现原来20就过自己的那个天使不是林墨月，是我。于是他入魔了，他决定要让所有害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首当其冲的就是林墨月。他被挑断了手脚筋，惨遭流浪汉凌辱后送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便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回到林家后，我的亲生父母处处站在林墨月那边，待我这个亲生女儿宛若仇敌。于是沈玉出手打压林氏，把他们逼到破产，2个女儿一死一疯，公司也破产了。最终我的亲生父母在绝望中跳楼自尽，都怪我，是我害死了爸爸妈妈。林墨月哭得梨花带雨，而我却没什么感觉。对于我来说，林家父母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对于林墨月来说，那却是真正爱她的人，爱到连亲生女儿都可以抛弃的程度。我平静地盯着她的脸，缓缓开口道：那沈玉呢？她的下场是什么？林墨月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眉头，她声音有些支吾，像是有些不太确定的样子。书里面好像没有很明确写出结局，只说了沈玉在那之后很痛苦，很后悔。哦，知道了，追妻火葬场，原来是他负责追，其他人负责进火葬场的意思。我又询问了一些和小说内容有关的细节，确认从林墨月嘴里再撬不出什么话来。我抛下一句你自己好好休息，就转身离开了。墨瑶将要走出病房前，林墨月出声喊住了我，她双眼通红，望向我的目光满是祈求。这一次我不会再和你争什么了，不管是沈玉还是林家的财产我都不要了，求你放过我和爸爸妈妈好吗？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而是用唇形告诉他看你表现，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林墨月很聪明，在知道这个世界是一本小说后，便明白自己想活下去只有撮合男女主在一起，但他还是不够聪明，因为他甚至没发现我根本不是林墨瑶。上一秒我才刚摆脱了拘束服，从精神病院里翻出来，下一秒我就换了具身体，还套上了林墨瑶的身份。我还在纠结这具身体记忆不完全，林墨月就主动送上门，告诉了我一切。原来这是一本小说啊，真好。对纸片人动手应该不用负法律责任吧？我才刚笑容满面地出了医院，下一秒一辆超跑猛地冲过来，以一副要直接将我撞死的气势，停在了距我不到10厘米的位置。我侧着头微笑地望着一个俊美的男子走下车，这一定就是小说的男主角沈玉了吧？沈玉怒气冲冲地朝我走过来，神情满是厌恶，还未开口，一个巴掌直接将我打倒在地上。你把墨月害到住院，现在还有脸笑？林墨瑶，是我太宠你，让你认不清自己的位置了吗？我捂着脸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依旧微笑地望着沈玉，还不快滚过来！沈玉一把扯过这具身体纤细的手腕，把我整个人带得往前一倾。我要你跪在墨月病房门口给他道歉，什么时候他原谅你了，你才能起来。沈玉拽着我，不管不顾地往病房的方向拖。我不甚在意地跟着他往回小跑着，脑海里边思考这是哪一段剧情。哦，想起来了，林墨月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栽赃陷害给林墨瑶。明明林家别墅有监控，可就是谁都没想到要去查。沈玉为了给林墨月出气，逼林墨瑶跪在他病房门口忏悔，而随后赶来的林家父母更是直接把他从医院楼梯踢了下去。害人终害己，你怎么害墨月的，你自己就怎么受着。没多久，检查结果出来，林墨月只是脚崴了一下，住了2天院就离开了，而林墨瑶却断了一条腿，3根肋骨，还伴随严重的脑震荡，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了3个月的医院。沈玉拉着我进病房的时候，林墨月的表情跟见了鬼一样，他面上的血色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整个人抖得像筛子一样。很明显，沈玉上一世的报复给他留下了很重的心理阴影，以至于他只是看到沈玉一眼，就整个人克制不住地站立。沈玉看见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瞬间心底一软，他放轻了声音，极其温柔道：墨月，你别怕，有我在，他
他伤害不了你的。说着，他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蠢货，他怕的不是我，是你。我唇角微勾，神情染上几分愉悦。沈玉走上前，还想安慰林墨月，可他却应激性的整个人躲进被窝里，用被子将自己从头到脚死死裹住。你别过来，离我远点，你这个疯子！林墨月的声音都在颤抖，带着摇摇欲坠的哭腔。沈玉愣在了原地，但下一秒他便阴沉地转过身来，不由分说地掐住了我的脖子。贱人！他眼底泛红，目光凶狠的像是要把我撕扯成碎片。你到底对墨月做了什么？五指寸寸收紧，在白皙纤细的脖颈上留下青紫的印记，鼻腔中的空气变得稀薄，无法维持正常的呼吸。我毫不怀疑，下一秒沈玉就会直接将这脆弱的脖子拧断，毕竟他一直都挺行的。可我脸上依旧保持着一丝扭曲的笑容，久违的疼痛，久违的活着的感觉，我真的从那里出来了。然而比我慌的大有人在。在发现沈玉开始迁怒于我之后，林墨月吓得直接从床上蹦了下来。毕竟他比谁都清楚，现在沈玉施加在我身上的，等到了后期追妻火葬场的时候，都会千倍万倍的还到他身上。虽然有些讽刺，但此时的林墨月绝对是世界上最关心、最不希望林墨瑶出事的人。沈玉，你做什么？放开我姐姐！他一瘸一拐地朝沈玉跑来，慌乱地伸手要将沈玉钳制住我的脖子的那只手掰开。沈玉皱起了眉头，他都这么害你了，你还要帮他说话？他的语气中满是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温柔与心疼。墨月，你就是太善良了。林墨月的行为越是善良，沈玉望向我的眼神越是满怀憎恶。他不仅没有松开，反而加大了力度。林墨月手忙脚乱地想阻止，却毫无用处。这个废物！我心里默默给林墨月扣了10分。大脑重度缺氧，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以思考，只能凭借本能的挣扎。但很可惜，我不是一般人，我是个精神病，还是攻击性很强的那种。在进入一个陌生地点时，我会本能地记下周围的地形、摆设以及一切可以当做武器的东西。而此时，距我不远处就有一样很趁手的小可爱。我垂在一旁的右手动了，凭借记忆摸到了放在床边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随后毫不犹豫地捅穿了沈玉掐着我的那只手。这一刀我丝毫没有留力，水果刀直接将沈玉的右手洞穿，甚至穿过他的手，在我喉咙上割出一道血痕。沈玉果然立刻收回了手。林墨瑶，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沈玉捂住自己流血的伤口，不敢置信地望着我。好不容易重新找回呼吸的感觉，我俯身咳了很久，脸上的笑意却越来越深。久违的血的味道，当然知道。我笑颜如花地望向沈玉，这还只是个开始呢。一旁的林墨月似乎也没想到我会直接拿刀刺沈玉，但求生欲望还是让他动了起来。沈玉，哥，他努力控制住对眼前人的恐惧与厌恶，上前挡在了我们中间。你听我说，下午是我自己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的，和姐姐无关。姐姐她只是好心送我来医院而已。此时的林墨月身上还穿着病号服，脸上挂着泪珠，楚楚可怜的样子。沈玉的神情又柔和下来了。墨月，你不用再为他求情了，不是他推的，他为什么要送你来医院？你的善良只会让他变本加厉。林墨月急得都快哭出来了，他拉着沈玉不停解释着，真的是我自己摔的，和姐姐没有关系。可他越是解释，沈玉就越发认定是我干的。无他，这种把戏以前他玩了太多次了，在自己身上制造点不痛不痒的伤痕。当父母或沈玉问起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泪眼盈地望向我，一脸恐惧地说，是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和姐姐没有关系。于是所有人都认定是我在欺负他，而他们当场就会千倍百倍地把那些伤口还原到我身上。所以这一次，哪怕林墨月是真心解释的，沈玉也只会下意识地觉得依旧是我在作妖。但我无所谓，我耸耸肩，拿起还在滴血的水果刀，饶有兴致地给自己削了个苹果，边削边看林墨月和沈玉联合上演的狼来了的大戏。不管他怎么解释，沈玉就是认定了是我推的人。就在这时，新的声音加入了战场。月儿，你没事吧？满怀焦急与心疼的是林母的声音。林墨瑶，你到底要把月儿害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我们家怎么会收留你这种白眼狼？中气十足的怒吼来自林父。再次见到本应死去的父母，林墨月心中本应是喜悦的，但此时他只觉得头疼，因为林父林母一进病房，立刻加入了沈玉一边，开始对我进行指责。林母性子温和，此时摸着泪眼循循善诱，小瑶啊，我知道你一直都嫉妒月儿比你优秀，但那也不是你害人的理由啊。林父则更加毫不留情，我早说了，那种地方教出来的，骨子里都是坏透了的，这种人留在家里，迟早是个祸害。面对两人的指责，我头也没抬。开玩笑，削苹果呢，不聚精会神的话，苹果皮就要断了。我这人有点强迫症，苹果皮一旦断了，这个苹果就不会再吃了。
倒是林墨月此时急得一个头两个大。爸妈，这次真的和姐姐无关，是我自己摔下来，姐姐好心送我来医院的。结果林父林母的反应和沈玉如出一辙，林母直接把林墨月护在身后，一脸警觉地问：是不是他威胁你了？宝贝儿，别怕，妈妈给你撑腰。林墨月都要气晕过去了，不管他怎么解释，就是没有人相信自己的话。他忽然有些回想起过去，每次自己陷害林墨瑶时，林墨瑶也是百般辩解，但无论他怎么说，都不会有人相信他。原来这就是百口莫辩的滋味吗？眼前三人以一种老母鸡护崽的架势，将林墨月远远地跟我隔开，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会一口把它吞了一样。林父走了过来，见我居然还在气定神闲地削苹果，气得眼都红了。月儿被你害成这样，你居然还在这里削苹果！林墨瑶，你给我滚过来！说着，他伸手就要把我手里的东西打飞。我后倾避了一下，然而手上一个不稳，苹果皮断了。在抬起头时，我脸上已经一丝笑容都没有，只剩下满脸的阴鸷。林父浑然不觉，伸出大手就要把我往病房外拖拽。害人终害己，你怎么害墨月的，你自己就怎么受着。我眼底一寒，再次亮出水果刀，毫不犹豫地将林父的手钉在了桌子上。啊！杀猪般的惨叫响彻病房。我眼疾手快地将削了一半的苹果塞进他嘴里，将整张嘴堵住。林父惊恐地挣扎着，但由于手被钉在桌子上，此刻他稍一动弹，便有大股大股的血流出。是以他只能用骇然的目光注视着我。另外三人也傻眼了，毕竟过去的林墨瑶一直温顺得像条狗一样，任他们揉搓。即使刚才我已经对沈玉下过一次手，但他和林墨月都下意识地觉得我只是求生本能发作了而已。谁也没想到我会忽然发疯。是以此刻，病房里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呼，总算安静下来了。一直吵，真是烦死人了。我揉了揉太阳穴，对着这群变得乖巧起来的小听众们，露出了8颗牙齿的笑容。那么现在可以轮到我了吗？啪！作为开场白，我先给了林父一记耳光。你刚刚喊那么大声做什么？不知道医院里不能大声喧哗吗？林父此时嘴里还卡着苹果，一个耳光扇过去，他整个脑袋都偏到了一边，有几缕混着血丝的唾液沿着合不拢的嘴角流了下来。作为一个自诩成功人士的中年男人，林父在外一向是人模狗样，此时的狼狈让他整张老脸都涨红了。我的视线满意的从他羞恼的老脸移开，又转向了病房里的其他人。还有你们都没长耳朵是吗？林墨月不都说了是他自己摔的了，听不懂人话。被我 Q 到的林墨月最先反应过来，忙搭腔道：是啊，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件事真的跟姐姐没有关系。只可惜他们三人站位离我有点远，走过去一人给一巴掌显然不太现实。于是啪啪啪3声，只能让离我最近的林父代为受过了。没长耳朵也就算了，我继续输出，脑子也一个个被猪啃了吗？家里不是有监控吗？查一查不就知道了。林母和沈玉的神情有些呆愣，倒是林墨月视线游移。其实他刚刚不是没想过扎监控这一茬，只是他虽然计划想让我跟沈玉、跟林家父母打好关系，但心底还是想保留自己在他们眼中的美好形象。因此刚刚他故意没有主动提起，只是一直停留在口头上为我澄清。林墨月深吸了口气，眼睛一闭一睁间，似乎下定了决心。走吧，我们回家查监控。他声音不大，却很是坚定。然而此时一直柔柔弱弱的林母却站了出来。查什么监控？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还不了解吗？都说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林母平时总是一副哭哭啼啼没什么主见的样子，但这回似乎是觉得自己的宝贝女儿林墨月被我欺负了，整个人反倒是支棱起来了。月儿心思善良，不像你这么多弯弯绕绕。林墨瑶，我们家不欢迎你这种恶毒的白眼狼。沈玉这会也终于反应过来了，和林母一样，她同样坚定地站在林墨月身边。林墨瑶，你真是恶毒的令人作呕，和墨月比，你简直连她的一根脚趾都不如。我面无表情。林墨月此时倒是绝望的快要绝过去了。这些维护自己的话语，以前他听了会很高兴，但现在他只觉得是一道道催命符。他惨白着一张脸，目露恳求之色。爸妈，玉哥哥，算我求你们了，查监控吧。锵锵锵锵，和和美美的家庭小剧场开幕了。林父、林母、林墨月以及沈玉宛若和谐的一家4口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各怀鬼胎地望着监控录像屏。我则开开心心的自己抱了个小马扎，坐在投屏前。精神病院里没什么娱乐节目，每天1小时的看电视时间是我一整天最期待的时候。而现在又有好戏要开幕了，录像内容被按了倍速，很快跳到下午2点多。我背着书包，似乎打算出门。这时林墨月忽然喊住了我，和平时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副乖巧可爱模样不同。此时的林墨月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神情满是嘲弄。林墨瑶，你去哪？
他不紧不慢开口，神色宛若一只戏弄老鼠的猫，满怀恶意。录像中的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声音也微微发颤。我出去自习。林墨月望着我这副害怕的模样，脸上的笑容愈甚。哦，自习，我还以为你是又出去卖呢。在听到这句话时，屏幕外的林父林母和沈玉脸色都变了。在他们看来，林墨月单纯的像一张白纸，这种肮脏的话怎么可能从他口中说出？视频中的我身形微晃，脸涨得通红，望向林墨月的眼神满是不敢置信。是你在学校造谣说我出去卖的？你明知道我没有的，我只是去便利店打工赚生活费而已。林家虽然富裕，但由于林父林母极其厌恶林墨瑶，从来没有给过他零花钱。虽说吃喝家里包了，但一些日常用品和学习材料却是要林墨瑶自己攒钱买的。因此原书中的林墨瑶有一份在便利店的兼职，但不知为何，某一天学校里的人都开始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还老是有一些奇怪的人加他微信，问一些诸如包夜多少、美女约吗的恶心问题。林墨瑶一直觉得是自己倒霉，没想到居然是林墨月从中作梗。此时屏幕中的那个我满脸愤怒，林墨月却一脸无辜道：便利店卖东西不也是卖吗？他们自己要理解错误，关我什么事？视频中的少女脸上满是明晃晃的恶意，而视频外的林墨月此时更是坐立难安。另外三人神情也有些复杂。好戏还在继续。林墨月，我究竟哪里惹你了？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针对我？屏幕中的我双目通红，望向林墨月。由于激动，我下意识地抓紧了书包的带子，食指攥得发白。从我回家开始，你就不止一次地陷害我，背后说我坏话。我究竟做错什么了？林墨月一直以来挂在脸上的假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冰霜和毫不掩饰的憎恶。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错误。既然你都已经在那个穷地方待了那么久了，还回来做什么？林墨瑶，你为什么不干脆死外面？为什么还要回来跟我抢？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你那张脸就想吐？尖锐刺耳的声音回荡在客厅里，柔弱的林母此时眼眶中已经盈满了泪珠。她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多年来一直捧在心尖上的女儿。一直以来，林墨月都是她的骄傲。在她看来，女儿单纯善良，宛若城堡中不谙世事的小公主。她一直为自己那一套爱的教育而感到自豪。将林墨瑶接回家之前，她曾经问过墨月的意见。当时她害怕养了10几年的女儿会跟自己生分，小心翼翼地问月儿，家里如果多了个妹妹，你会介意吗？刚问出口，她又立刻补充道，你放心，就算她来了，妈心里最爱的也永远只有你。当时林墨月是怎么跟她说的？她说，只要妈妈您能开心，月儿一定会跟妹妹好好相处的。当时林母只觉得林墨月懂事的令人心疼，明明不想要妹妹，却为了她而委曲求全。于是林母心中满怀着对林墨月的愧疚，因为这份愧疚，她在看到自己那又干又瘦、伤痕累累的亲生女儿林墨瑶时，硬是压下了想去关心她的本能，只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以后你就把这里当自己家吧。那之后，乖巧懂事的林墨月更是为了自己这个母亲，一次次地委曲求全。每次林墨瑶欺负她的时候，她都会红着眼睛扑在自己怀里，带着哭腔道，妈妈，没事的，不要怪姐姐，谁让她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每当这种时候，她就会万分的心疼这个养了10几年的女儿。对于亲生女儿，从原先的怜爱也渐渐变得不耐烦，乃至厌恶起来。可现在屏幕中那个嚣张跋扈、满脸恶毒的女孩却在明晃晃地打自己的脸，造谣陷害，背后说坏话。究竟自己看到的林墨月有几分是真？还有墨瑶，难道一直以来都是我误解了她？这个念头刚一升起，林母便如坠冰窟。如果真是这样，在养父母家中饱受折磨，回到亲生父母这边，又没有任何人相信她，所有人都无条件地站在林墨月身边，指责、辱骂她，这孩子的心里该有多痛苦？林母忽然不敢往下想了。而视频内容还在继续，或许是因为气到了极致，视频中的我反而冷静了下来。但从绷紧的脊背骨可以看出，我并不似表面那般平静。林墨月，我不欠你什么。过去的10几年里，你在林家锦衣玉食的时候，是我在替你当牛做马。你的亲生父母极度重男轻女，家里所有的活都是我承包的，稍有不顺心就会挨一顿打。说着，我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右手的小拇指少了一个关节。我看着那残缺的指头，眼底泛红。你弟弟刚出生的时候，是我整夜的照看。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摇摇篮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把它摔到了地上。你的父母冲进来把我打了一顿，还用菜刀砍掉了这根小拇指。他们说，如果再有下次，就把我整只手都剁了。右手微微发颤，似乎还能忆起当时的痛苦，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却倔强的不肯落下。我站得笔挺地看向林墨月，声音落地有声，林墨月，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替我享受父母的爱，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
你在学钢琴，学画画，学当一个众星捧月的小公主。林墨月，你凭什么恨我？少女的质问声响彻整个客厅，不仅是画面里的林墨月，画面外的林父林母也沉默了。他们一直知道亲生女儿过得不好，但他们所能想象出的不好，也就是吃穿稍微差一点，生活水平稍微低一点的程度。正如林墨瑶所说的，在自己亲生女儿被砍断一根小指头的时候，他们正手把手的教养女弹琴画画，让她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不，他们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吗？林墨瑶刚回家时一身的伤痕，以及那不能更显眼的断指，但凡他们中有人开口问了，就能立刻知道真相。他们只是不在意而已，他们不在乎已经吃过很多苦的亲生女儿的想法，只在乎一直以来养尊处优的养女会不会因此和他们生分了。一直以来坚信自己是一对好父母的林父林母，此刻却动摇了。他们是不是太偏心了？与此时满腹愧疚的林父林母不同，视频中的林墨月在沉默了片刻后，忽然嗤笑出声：“你问我凭什么？”他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天真甜美的笑容。林墨月用甜到发腻的声音道：“当然是凭爸爸妈妈爱的人是我呀。”他忽然有些诡异的压低语调道：“林墨瑶，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让爸爸妈妈赶你走？”话音未落，林墨月忽然毫无征兆地往前一倾，整个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视频中的我吓了一跳，慌忙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而林墨月只是用宛若阴冷毒蛇般的视线望着我，脸上露出了扭曲而狰狞的笑容。录像到此结束，我直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我说我没推他吧？我耸耸肩，转过头对那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道。此时四人神色各异，林墨月从中途开始就面无血色，整个人都在发抖。沈玉表情晦暗不明，不知在想些什么。林父林母则红了眼眶，尤其是林母已经心疼的在抹泪了。瑶瑶，他忽然开口喊我，语调肉麻的我直起鸡皮疙瘩。对不起，是妈妈错了，妈妈一直以来都误解你了，你能再给妈妈一次机会吗？说着，这位泪腺过分发达的老母亲激动地起身朝我走来，像是想抱住我。只可惜我最讨厌跟人近距离触碰，如果只是打架还好说，像牵手拥抱接吻一类的亲密接触，想想就觉得恶心。于是我表情立刻拉了下来，后退了一步，警告道：“阿姨，你最好离我远点。”林母面色惨白地僵在了原地，不知是我过分冷漠的态度，又或者是那声阿姨刺激到了她。此时她一副随时就会昏过去的样子，用极度凄婉悲伤的眼神看着我。瑶瑶，你不要妈妈了吗？每一个字都在颤抖，每一个字都重到仿佛吐出灵魂。林母的目光悲伤中又含着一丝戚戚，她望着我的双唇，似乎可盼中从中能吐出什么救赎的话语。看上去真可怜，但关我屁事，我又不是她的瑶瑶，我只是个恰好穿过来的快乐精神病人罢了。于是我歪头，一脸天真道：“什么要不要的？阿姨，我们也不熟吧？”这一句话似乎对她的灵魂下了最终的审判。那一瞬间，林母整个人都被抽空了，她脸上再无一丝神情，双目也凝滞了，整个人直直地向后倒去。林父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她，但她似乎受的打击太重，整个人已经完全昏过去了。真脆弱，扣10分。林父将林母抱到沙发放下，转头看我时，脸上写着一模一样的祈求。瑶瑶，爸爸妈妈真的知道错了，是我们对不起你，求你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吧。此时他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整张脸肿得像个猪头，这副尊容配上脸上未干的泪痕和那充满哀求的目光，看上去无比滑稽。于是我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害人终害己。我清了清嗓子，装腔作势地模仿着他刚才说话的语调。你怎么害莫瑶的，你自己就怎么受着。于是我看见林父那张滑稽的猪脸似乎也在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精气神，整个人颓唐地倒在了沙发上。沈玉一直没有说话，他神情有些复杂。在他心里，林墨月纯洁、善良、无辜，是能够救赎他的唯一一道光。可现在事实摆在他面前，他的光并不如他想象般的纯洁无垢，相反，他有很多小心思，做了很多恶毒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那都无法改变他曾经救过自己的事实。那个昏暗的夜晚，如美人鱼般的少女，一直是他心中最深的温柔。沈玉在抬起头时，眼神已然十分坚定。无论如何，他都会保护自己的光。林叔、林姨，月儿这次确实有些过了，但他也是因为太在乎你们了，而且他已经反思过了，抓着这些过去的事不放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怎么说，她才是你们养了10几年的女儿。沈玉平时对谁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唯独对林墨月和他的父母有几分耐心。此时更是放下了身段，努力劝说着。可林母受的打击太大，已然昏过去了。林父此时也是一脸呆滞，浑然没有回应。于是他皱起眉头看向我，目光是不加掩饰的冰冷和厌恶。林墨瑶，你当众放录像带，不就是想让他们心疼，让他们疏远墨月吗？现在你成功了，很得意吧？
我谦虚地挠了挠头，呵呵笑道：“还好吧，就这点程度也叫成功。”沈玉冷笑道：“他们会受你的骗，我可不会。不论你做什么，都别妄想占据墨月在我心里的地位。”说着，他像是想表明态度一般，霸道地牵过林墨月的手，与他十指相扣。但林墨月却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光速地把手缩了回去。哥哥。林墨月从刚刚开始就面无人色，整个人像是随时会倒下，但他还是一字一句缓慢又坚定地开口道：“其实那一天救你的人不是我。”沈玉面色一僵，像一张凝固了的面具。他有些不愿相信林墨月说的话，但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录像带里的内容。林墨月并没有那么单纯，林墨月会撒谎骗人。望着沈玉越来越黑的面色，林墨月手脚冰凉，前世被折磨的那些可怕回忆翻涌上来。只是看到沈玉这张脸，他都怕得想哭想逃。但是林墨月知道自己现在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就在林墨瑶身上。林墨瑶这个人很善良，很好说话的，只要自己诚心忏悔，主动认错，他应该会原谅自己吧。到时候再求他帮忙跟沈玉求情。于是他还是硬着头皮，鼓起勇气继续说道：“那一天你获救的细节，我是从墨瑶那里得知的。其实真正救你的人是……”他的视线落到了我身上，沈玉也呆呆地望向了我。不用林墨月继续往下说，他也知道是谁了。自己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不但把一个骗子当宝贝供着，还为了那个骗子伤害了自己真正的救命恩人。此时沈玉望向我的眼神和刚才的林父林母几乎没什么区别，愧疚、后悔、怜惜、爱意。他一步步朝我走来，含情脉脉地开口：“墨瑶，那天救我的人原来是大黄。”我面无表情地打断了他的自我感动。大黄？沈玉面露疑惑。我点点头，煞有介事道：“大黄是我养父母家的狗，很通人性。那一天就是他把你从水里叼起来的。”沈玉脸色绿了一下，我心情小小的愉悦了一分，继续滔滔不绝道：“按道理说，救命之恩你应该以身相报的，可惜我们大黄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狗了，去年他都抱孙子了，你硬要去插足人家的家庭，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用一副过来人的语气劝慰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你和大黄今生注定是有缘无分了，死心吧。”如果说刚刚沈玉的脸色只是有点不好，现在已经黑成锅底了，但他居然硬生生地忍住了没发作。沈玉深吸了几口气，平复心情，再看我时又是满脸的深情了。瑶瑶，你别说气话，我知道你是在怪我，是我不好，没能第一时间认出你。我一脸雾水地打断了他：“不是啊，真的是大黄救的你。你小时候那么胖，我一个小女孩哪里捞得动？”沈玉的脸色又绿了下去。很显然，不是谁都能坦然接受自己记忆中的小美人鱼忽然变成一条小美狗鱼的。我望着沈玉一会明一会暗，跟电灯泡似的脸，想了一会，终于一拍脑袋：“我知道了，你想赖掉大黄对你的救命之恩是不是？”我一脸控诉加鄙夷地望向沈玉。沈玉额角有青筋暴起，但他终究还是没有生气，而是长长的叹了口气：“瑶瑶，你想骂我就骂吧，是我亏欠你的。”“骂你？想得美，我是要打你好吧？辜负大黄的狗渣男！”我大步上前，一把扯过了沈玉的衣领，用痛心疾首的语气道：“所以你真打算赖掉了？凭什么？难道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救了你，你都打算以身相许的吗？物种歧视我们家大黄，你也配？”说着，我没给沈玉任何反应的时间，直接提膝狠狠朝他双腿中间撞去。开玩笑，辜负大黄的渣狗，在我们村里都是要被我阉掉的，好吧？沈玉嘴里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我一松手，他就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卷曲成一个虾米。我提腿又补了几脚，沈玉整张脸白得像丧尸，脑门上全是汗珠。眼见他都开始翻白眼吐泡泡了，我才住了脚。开玩笑，才刚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没多久，我可不想再进去。看着这一家子闹得七荤八素的样子，我开始觉得有些无趣了。饿了，出去找点吃的吧。然而我刚走出林家别墅没2步，林墨月就追上来了。刚刚我施展充沛的武德的时候，林墨月瞪的2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我走出去好一会，他才气喘吁吁地追过来。墨瑶，你真的是墨瑶吗？林墨月在身后大声喊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虽说我大体上只是个恰好穿越过来的神经病，但是这具身体里还残留着一些林墨瑶的感情与记忆。想了想，我给出了个大差不离的答案：是也不是。林墨月望着我，神情有些复杂。刚刚我做的一切，实在和他记忆中的林墨瑶相差太多了。不过转念一想，既然他可以重生，那我为什么不能也有什么奇遇？于是林墨月决定不纠结这个了。眼下重要的是另一件事。墨瑶，我已经在爸妈和沈玉那边都说出真相了，现在他们爱的都是你，我不会再跟你争什么了，你能原谅我吗？林墨月言辞恳切，泪眼盈盈地望着我。只要我原谅他，沈玉自然也没有什么计较的必要了。
只是他们爱不爱我，关我屁事。我耸耸肩，两手一摊。林墨月面色瞬间变得煞白，她紧咬双唇，一脸很受伤害的样子。我笑嘻嘻地走上前，拍了拍她的小脸。林墨月，你太笨了。我抚在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音量道：我要是你，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林墨瑶干掉，这样不就没有人知道你做过的那些破事了吗？林墨月似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望向我的目光满是惊骇。这种眼神我早就习惯了。谁让我是杀人不眨眼的精神病人呢？不过嘛，毕竟你只是个区正常人，指望你能和我这个疯子相提并论也是不切实际的嘛。我宽慰地拍了拍他的肩，实际上他倒应该为自己还是个正常人而感到庆幸，因为我穿到林墨瑶身上接收记忆的时间点比林墨月重生的时间要早一些。医院里看着还躺在病床上的林墨月时，我就已经在想着怎么哄骗他喝下那杯放了安眠药的水了。然而就用边上的那把水果刀，完整地一点点地剥了他的皮。只可惜醒来后的林墨月居然是个正常人，他重生后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居然不是提前杀了林墨瑶，而是忏悔弥补。唉，真没办法，我对杀一般的正常人一点兴趣都没有，只有像我一样的疯子才有杀的价值。放过他了。不过嘛，我伸手亲昵地弹了一下林墨月的脑门，笑眯眯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林父林母，包括已经被我变成烟狗了的沈玉，他们清醒过来后第一时间就是给我发信息，道歉的、忏悔的、询问我现在在哪的。我嫌烦，直接把他们3拉进同一个微信群里。想见我扣1111，瞬间回了3条。沈玉这狗不讲武德，打了好多个1。呵呵，我笑眯眯地继续发道：晚上我能挤出1小时的时间，不过嘛，一次只能见1个人。你们谁先？沈玉手快，立刻回道：几点？在哪？我这就去找你。林母随后也发了条语音消息：瑶瑶，妈妈这几天反省了自己，妈妈真的很后悔对你做的那些事，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林父也不甘示弱，跟着发了一条，不过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沈玉说的。小沈啊，我们一家3口有话要说，你想和瑶瑶见面，可以再等几天的。眼看几人就要为我的所有权吵起来了，我不紧不慢地继续发道：我的意思是，晚上这1小时你们竞拍，价高者得，起拍价1000万。群里有片刻的沉默，最先打破寂静的是沈玉，2000万。过了好半天，林父才终于回了一个2500万，中间还夹着一些瑶瑶你真的不要爸爸妈妈了吗之类的废话。我没理。两边一路竞拍到8000万的时候，林父忽然道：瑶瑶，你回来看爸爸妈妈一眼吧，只要你愿意回来，你就是林家唯一的继承人。林墨月我们已经赶走了，我和你妈妈的遗产全部都给你。这次我没再装死，而是眼疾手快地发了个成交龇牙，将林墨月赶出家门，得到父母全部的爱。这是我体内残存的林墨瑶的心愿，但在我看来，只要爱，这叫什么个事呢？钱呢？钱呢？钱才是最重要的，好吧？没有钱，我怎么作恶多端，然后逍遥法外呢？于是我在林墨瑶愿望的基础上，又稍稍多要了一些。林墨月身无分文地被赶出了家门。他离开之前，我特意18相送，赏了他几个大逼兜。以后好好做人，没事别招惹神经病。我深吸了几口烟，在他可爱的小脸上把烟头碾熄了。林墨月跪在地上，点头如捣蒜，满脸恐惧。瞧他那副没出息的样子，恐怕这辈子都不敢干坏事了。出息！送走了林墨月，剩下的林家父母也不难伺候。等我全面接手了林家的事业，会记得他们的这份恩情，每个月给他们留300块赡养费的，多的1分都没有。至于亲情、孝顺啥的，那就更别想了。咱是精神病人，没那个功能。老实点，等他们老得不能动了的时候，说不定我还会帮忙请个护工，否则自己在屎尿里溺死吧。至于沈玉，这哥们挺行的，上辈子如果不是他挖了林墨瑶的眼和肾，逼他流产，把他双腿打断，囚禁在地下室，林墨瑶也不会死。我说，家人们，这种神经病，我收割了他，应该也算为民除害吧。我没有贸然出手，无他，这厮还挺有钱的，死之前不榨干净了，有点可惜。于是我们间的聊天记录一般是这样：想见我扣1，注1是1000万的1，就这么保持纯洁的金钱往来3个多月。终于有一天，沈玉忍不住了：我在你眼里始终是个提款机吗？林墨瑶，难道你的心就捂不热吗？呵呵，家人们，根据谈感情伤钱第一定律，男人一开始跟你谈感情，就说明他没钱了，诡计多端的穷男人罢了。于是我笑眯眯地回道：当然不是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以前你在我眼中是提款机，但从现在开始不是了。从这一刻起，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了。我的第一刀捅向沈玉的肾脏时，他还一脸的不敢相信，
等第二刀挖出眼睛时，他才意识到要逃跑，但已经来不及了。第三、第四刀精准地割断了他的脚筋。嗨呀，只可惜沈玉没法生孩子，否则就能试试流产的滋味了。我拖着他鲜血淋漓、不断挣扎的身体，扔进了早已准备好的地下室。期间，沈玉从最初的不可置信、挣扎，到后面的破口大骂，对我家先人进行亲切问候，再到后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忏悔，求我放过他。我始终保持微笑地看着他。放心，我不会这么快杀你。我温柔地宽慰道，我这人很公平。林梦瑶在地下室里活了多久，我就会留你多久。怎么样？是不是很仁慈？沈玉听不懂我的疯话，还在大哭大喊地嚎叫着。我只能反手几个大逼兜让他冷静下来，然后转身离开，关上了那扇门。门外风和日丽，正是大好的天气。我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忽然想起刚穿来那天，林墨月说这是一个虐文世界，什么虐恋情深。我嘟囔道，我们精神病人的世界只有爽没有虐。